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石油大学周小军。前面我们讲解了正交剖面上褶皱形态的描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在其他剖面上褶皱形态如何描述。第一种类型，在纵向剖面上，根据褶皱枢纽的缠状，我们描述褶皱的形态。枢纽是一条线，属于线状构造。枢纽的缠状主要包括倾浮相和倾浮角。根据纵向剖面上枢纽的倾浮角，可以对褶皱做出如下描述。第一种类型描述为水平褶皱，是指褶皱的枢纽近于水平的褶皱，即褶皱的枢纽倾浮角近于等于0，这样的褶皱称为水平褶皱。在水平剖面上，水平褶皱表现为褶皱两翼的同一岩层界限延伸不相交。第二种类型是叫倾浮褶皱，是指褶皱的枢纽倾斜的褶皱，即褶皱的倾浮角在20度到80度左右，这样的褶皱称为倾浮褶皱。在水平剖面上，表现为褶皱两翼的同一岩层界限呈 V 字形相交，V 字形尖端指向背斜的倾末端，指向向斜的阳起端。从图中可以看出，为褶皱枢纽倾斜的背斜。如果用水平面截切，其结果是两翼的同一岩层界限与水平面的交线，呈 V 字形的形态。V 字形尖端指向背斜的倾末端。第二幅图中为褶皱枢纽倾斜的向斜。如果用水平面截切，其结果是两翼的同一岩层界限与水平面的交线，呈 V 字形形态。V 字形尖端指向向斜的阳起端。第三种类型为倾竖褶皱，是指褶皱枢纽近于直立的褶皱。上述三种是对纵向剖面上褶皱形态的描述。第二种类型，在水平剖面上，根据褶皱的长宽之比对褶皱形态进行描述。可以根据褶皱中同一岩层面在平面上出入的长度和宽度的比值，可以将褶皱的形态描述为如下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等轴褶皱，是指褶皱的长与宽之比近于1:1的褶皱。等轴的背斜称为穹隆，等轴的向斜称为构造盆地。第二种类型为短轴褶皱，是指褶皱的长与宽之比约3:1，这样的褶皱称为短轴褶皱。第三种类型称为长轴褶皱，是指褶皱的长与宽之比约3:1到10:1之间，这样的褶皱称为长轴褶皱。第四种类型是叫线状褶皱，是指褶皱的长度远远大于宽度，也就是长宽之比大于10:1的这样的褶皱称为线状褶皱。从平面图中可以看出，字母 ABC 依次代表地层由老到新。图中 A 地层相对较老，向四周地层有 B、C 依次变新，可以判断为背斜。根据同一岩层的长宽之比，可以看出接近1:1，因此该褶皱为等轴的背斜。等轴的背斜又叫穹隆。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中间为 J， 四周分别为 F 和 E， 中间的地层相对较新，四周的地层逐渐变老，可以判断为向斜。根据同一岩层的长宽之比，可以看出接近1:1，因此为等轴的向斜。而等轴的向斜又叫构造盆地。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图中中间为 A， 两侧依次为 B、C， 可以判断为背斜。根据同一岩层长度之比，可以看出图幅范围内长宽之比大于10:1，因此为线状褶皱。第三种类型，根据褶皱岩层厚度变化与各层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平行褶皱和相似褶皱。平行褶皱它的特点是褶皱各岩层面呈平行状的弯曲，各岩层的厚度处处相等，也称为等厚褶皱。平行褶皱的各层具有同一个曲率中心。第二种类型，相似褶皱，各岩层面做相似状的弯曲，同一岩层厚度发生有规律的变化，两翼相对比较薄，转折端相对比较厚，平行褶皱轴面方向测到的视厚度处处相等，这样的褶皱称为相似褶皱。
第4种褶皱类型，从属褶皱。在主褶皱的两侧，通常会发育与主褶皱有着成因关系的次一级的褶皱，称为从属褶皱。从属褶皱通常表现为一翼长、一翼短的不对称型的褶皱，在背斜的左翼通常发育 Z 字形的从属褶皱，而在背斜的右翼通常发育 S 型的从属褶皱，转折端的部位通常发育 W 型或 M 型的从属褶皱。在野外，当褶皱规模比较大的时候，无法一眼看全整个褶皱形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从属褶皱的形态特征来恢复褶皱的空间形态。比如，从图 A 中，从属褶皱表现为 S 型，可以判断为其为背斜的右翼或者向斜的左翼。图 B 中表现为 Z 字形的从属褶皱，可以判断其为背斜的左翼或者向斜的右翼。而图 C 中表现为 S 型的从属褶皱，可以判断其为背斜的右翼或者向斜的左翼，从而可以恢复出整个褶皱的完整形态为一个倒转的向斜和一个倒转的背斜。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分析了褶皱在纵向剖面上、平面上的褶皱形态描述，以及形成褶皱的各个岩层之间的关系，对褶皱形态进行了描述，还分析了从属褶皱的特征，从不同角度对褶皱的形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谢谢大家。